周二下午，2架空军运-20飞机抵达巴基斯坦，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的巴铁兄弟送去大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2天前，运-20还首次远赴西非大地，接回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官兵。几天后，运-20又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自2016年正式列装部队以来，鲲鹏御风展翅，飞过大江南北，飞越远海大洋，用奋勇高飞的一道道崭新航迹，将强国强军的梦想铺展于世人眼前。近期，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接到命令后，空军航空兵某师立即出动2架运-20，于周二向巴基斯坦运送3000顶帐篷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次我们使用的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主要是考虑航程远、速度快、载重大、适应强的特点，目的就是为了第一时间把物资送到巴基斯坦，帮助巴基斯坦人民尽早击退洪水，重建家园。在周二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始终心系巴灾区民众的安危，对巴方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中国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并肩应对自然灾害等重大挑战。此次洪灾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将继续向巴方提供急需的帮助，支持巴方开展救灾工作。入役以来，运-20多次投身国际间的救灾和物资运送任务备受瞩目。2020年4月，国防部官网证实，运送援巴基斯坦紧急抗疫物资和中方专家组使用了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这是运-20首次出国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同年9月，第7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运-20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以国之重器致敬英烈。今年1月，运-20还参与了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资的任务。这个航迹，首先有山川，有高原，有海洋。同时，运-20飞了4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此外，今年4月，中国派出运-20大型运输机向塞尔维亚运送常规军事物资，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特别是连续3天都是以6架次的规模执行任务，更是展现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就强调，这是中塞双方年度计划内合作项目，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的局势也毫无关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周国强则表示，从国内飞到塞尔维亚的航程远达8000公里，中途还要飞过一些北约国家。考虑到部分地区的形势并不太平，我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我们的运-20经受住了考验。另据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2022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及长春航空展活动现场透露，运-20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据悉，运-20将赴奥地利参加本周5至周6举办的空中力量22航展，这将是中国空军现役军用飞机首次以实机的方式深入欧洲中心地带，参加在西方国家举办的大型国际航展。届时将有20个国家的200架飞机参展，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30万名观众和航空爱好者参与。不同于英国范保罗航展、法国巴黎航展这类以商贸为主要目的的航展，空中力量航展是一个纯粹的航空秀，以飞行表演和航空科普为主，对观众免费开放，在欧洲范围内极具影响力。奥地利，它是个中立国家，在这儿呢去进行展示呢，表明中国呢在展示方面纯粹的就是一种飞机方面的技术展示。欧洲的老百姓呢可以看到了运-20的整个的大小呀，还有呢它的工艺等等，这个直观的感受那是更加的强烈。很多的这欧洲的军方他也会去看那么对于北约国家来说，他也会呢获得一个近距离观察运-20的一个机会。这个实际上传递出来什么信号？就是中国空军的一个自信我就不怕你看你越看了，你就会呢感觉到中国现在的在航空装备方面的这种发展的能力，加深了对解放军空军的认识。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还首次证实，运油20与歼16等新型战机已经投入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运油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开发的一款大型加油机。5月24号，中俄两国空军实施2022年度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空军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均展示了运油20为歼16战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我们的轰六 K 也好，还有与它作伴的并肩战斗的其他的歼击机、侦察机、预警机、加油机，都会履行好他们的使命。像现在呢，有运油20之后啊，那么像歼16呢，给轰六 K 呢提供这种空中护航，就可以充分发挥轰六 K 的远程打击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战术飞机也可以呢发挥战略作用。就是呢，像歼16啊、歼20啊这些战斗机，它在经过空中加油之后，航程和作战半径呢就会更远。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同样的可以呢执行战略打击任务，使得呢中国空军的战略打击能力变得非常强嘛。2016年，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运20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战场适应能力强，可以快速实现作战能力的远程机动和兵力部署。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李成民所在的部队是空军首支列装运20的部队。在记者见面会上，李成民回顾了胖妞的丰富航迹。首装6年来，我们驾驶运20上高原、飞远海、出国门，历经烽火磨砺，早已破甲重叠，万里高飞。胖妞已成长为骁勇善战的9天鲲鹏。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吴宪，吴宪你好。在刚落幕的长春航展上，首次公开展示的运油20是各方焦点。那为什么它备受关注？对战略空军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吗？我刚从长春现场回来，也仔细品味了运油20的技术特色。其实呢，目前所展现的只是该机能力的冰山一角。如果需要，它能够实施3点同时加油，保障更大机群的长航时、长航程的需求。关于加油机，我曾请教过人民空军首批接受空中加油训练的飞行员，当然他已经退役了。用他的话说，只要有油，歼击机飞行员就敢放开手脚干。当年他是开2代半的歼8去和轰炸机改的轰油6进行空中加受油，主要的动作要素呢，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运油20和歼20、歼16差不多，只是限制条件很宽松了，技术手段呢也更先进了罢了。特别是运油20的气动布局更优秀，相比轰油6所产生的尾涡，特别是翼尖涡流要小得多。这样，当侧后方接近的歼击机对接加油机放出来的加油软管时，就更加的方便快捷了。就像那张火爆网络的3机同框图一样，运油20能同步为歼20、歼16这2种异型歼击机加油，反映出我加油机部队已形成完整作战能力。再考虑到中俄联演中出现的运油20，我们就更有飞出国门的底气和自信了。需要强调的是，加油机是大国战略空军的标配，一个国家要不要它，关键要看它的安全需求，而且要有很高的战略眼光。特别是我空军更多的跨出陆地进入远海，维护我核心利益。像运油20这样支援保障飞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就像那位老歼8飞行员告诉我的，歼20在人民空军代表着刀尖，但空军不能光有刀尖，还要有刀身、刀把、刀鞘，乃至冶铁炉、磨刀石。任何一处的缺憾都将导致作战效能的降低。总之，在信息主导、体系制胜的时代里，人民空军绝不光靠歼20来制胜千里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19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总结过去5年工作，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守正创新，勇毅前行，继续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继续有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大会胜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美国开启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搭载猎户座飞船的太空发射系统重型火箭，原定于当地时间周一点火升空，执行阿尔特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不过，由于燃料泄漏等故障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得不推迟了发射。事实上，美国给该计划赋予了重要内涵，20多个国家也已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发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对媒体大谈太空竞赛，并扯上中国，声称不希望中国先到达月球，独占月球资源。周一一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丈夫就抵达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并计划在现场发表祝贺演讲。众多美国明星到场助阵，美国主流媒体都在实时转播这次发射，还有许多民众开车前往附近观看。但在预定发射时间前2小时左右 ，NASA 在官网上同步更新了工程师们正在对火箭的一台发动机进行排除故障的消息。到了火箭预定发射时间前40分钟 ，NASA 暂停了倒计时。根据美媒报道，周一的发射窗口期为早上8时33分至10时33分。在此之前，工程师发现诸多问题，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但燃料泄漏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This is Artemis Launch Control.With an update, Launch Director Charlie Blackwell Thompson has called a scrub for today. 在发射取消后，哈里斯对记者表示 ：“Innovation requires this kind of moment, where you test out something that's never been done, and then you regroup and you figure out what the next step will be to get to the ultimate goal, which for us is going to the moon and showing how humans can live and work on the moon.” 高达98米的太空发射系统被认为是 NASA 建造的最强大的火箭。此前，这个重型火箭的首发任务就曾因加压故障、新冠疫情等多种原因被多次推迟。而就在此次预定发射时间的48小时倒计时内，发射地点还持续遭遇雷雨天气，太空发射系统所在的发射台避雷装置3次遭雷击。美联社进一步透露，今春测试期间，火箭就曾出现泄漏故障，并且和本次泄漏的地方是同一个。NASA 当时曾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工作，但在6月进行的测试中，仍然出现了燃料泄漏的情况。这次发射使用的火箭呢，它配备的 RS-25 发动机呢，是航天飞机时代的陈旧产物，虽然经过了改进升级，但毕竟属于一款老产品。在发射的过程中，实际上发动机无法冷却的问题呢，就表明了可能在发动机的管路方面出现了一些故障。
导致其中一台3号发动机无法在点火之前达到规定的温度。目前美国方面表示呢，火箭仍然处于安全和稳定的状态，但是如何在加注了低温燃料的重载火箭发射台上去排除这样一个故障，现在看起来呢，也并不是一项十分轻松的任务。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此次发射任务取消之后，下一发射窗口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2日或9月5日，但在此之前，上述故障能否解决尚不得而知。深圳卫视注意到，在 NASA 的 YouTube 官网频道上已预定了北京时间9月3日的实时转播时间。如果发射成功，任务将持续39天，猎户座成员舱将于10月11日落入大海。阿尔特弥斯1号是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按计划，在阿波罗计划将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半个世纪后，它将把一个载有3个人体模型的太空舱送入月球轨道。这些模型装有传感器，可收集包括辐射水平在内的多种数据，为今后载人飞行提供参考。此次任务的主要目标还包括测试猎户座飞船隔热罩的耐用性。此外 ，NASA 预计将测试深空环境中的关键系统，特别是机组人员生命支持系统和导航系统。若首次任务成功，美国航天局预计最早于2024年展开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随后将进行阿尔特弥斯3号登月任务，而该任务将首次把女性和有色人种送上月球。目前，一股探月热潮正在形成，世界多国都在推进登月行动，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阿联酋和英国已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也宣布将在明年发射月船3号探测器，同时加速培训本国航天员，实现独立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负责人明确表示，正在关注载人登月任务。俄罗斯也始终没有放弃载人登月的梦想。2021年，俄罗斯宣布自己的载人登月项目由多枚安加拉 A5 大型火箭联合执行。他们计划通过多次发射，分别将载人飞船、月球着陆系统及空间拖船送入近地轨道，进行在轨对接后再实施登月。在希腊神话中，作为月亮女神的阿尔特弥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妹。可以想见 ，NASA 为这个名为阿尔特弥斯1号的发射计划赋予许多意义。更不用说，在当前各国争相登月的背景下，美国势必要维持其在任何领域的霸权地位。因此，半个世纪后决定再探月球，这被认为是美国重返载人登月计划的开始，也是美国在太空领域领导地位的展示。在全人类共同关注太空技术开发的这个时代呢，应该说太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而且具有无限前景的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现在，在仍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进入太空的这样时代，美国就已经把冷战的思维贯穿到太空的技术开发中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发射前 ，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还对媒体大谈太空竞赛，并扯上中国，声称不希望中国先到达月球，独占月球资源。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外空不是各国角力的竞技场，而是合作共赢的重要领域。探索与和平利用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应为全人类谋福利。在1957年，美国国内倒是有人宣称美国应该抢先登月，并且宣布月球为美国的领土，这是当年的一个论调。今天我仍然怀疑美国政府官员在抛出这样论调的时候，他们自己是不是相信这种说法。我个人仍然认为这种舆论仍然是美国的一些抹黑的行动，其背后的目的就在于让中国的太空行动呢变得黑暗化或者阴影化，以便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到美国所谓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去，特别是阿尔特弥斯这样需要巨大的科技和经济资源的工程。中国探月发展一直受到国际关注。2019年1月3日，中国嫦娥4号探测器实现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在月球采样并成功返回的消息，让中国的航天工程举世关注。目前，中国探月4期工程现已正式启动，10年内将登月3次，分3次任务实施，分别是嫦娥6号、嫦娥7号和嫦娥8号，计划在2030年之前完成。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日前透露，探月工程4期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几次着陆，
着陆过后，计划在月球南极建一个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这是我们整个4期的主要目标。而届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也将在2030年左右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与此同时，今年3月，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项目协议。中俄两国首先会展开探月活动，并在月球表面及月球轨道上建造月球空间站，最终使该科研站能全面投入运转。预计到2035年，国际月球科研站能源、通讯、导航、远程运输、天地往返等系统将完成建设。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评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航天器阿尔特弥斯1号因为漏油掉链子，最后一刻推迟发射。那您对此怎么看？中美登月竞争会成为所谓新冷战的前奏吗？主持人好，号称人类史上最大的火箭阿尔特弥斯1号因为出现技术故障而推迟发射，全世界呢都在关注。这推迟发射呢是可以理解，实际上呀，人们更加关心的是美国的登月计划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2战以后呢，进入冷战时期，苏美争霸的标志性事件呢，就是卫星上天、水线登上月球。苏联呢率先把宇航员送入太空以后，美国急起直追，用阿波罗计划呢，最终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在登月计划中呢获胜。那么这场竞赛呢，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告终。现在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呢，是比阿波罗计划更高一级，一呢是要缩短地球到月球的往返时间。2呢是要在月球上殖民，建立一定的这个永久居民点，并且呢以月球为中转站，试图向火星进发。由于中美啊现在是竞争激烈的2个大国，中国呢也有登月计划，呢在2030年具备载人登月能力，所以这外界呢往往把中美的登月计划与新冷战相关联，有的欧洲人呢直接说成是新太空竞赛。具有冷战思维的美国呢有把登月作为中美竞争的想法，但是合作共赢的中国呢，却没有和美国竞争的冲动，历来主张和平利用太空。登月工程呢是需要花很多钱的，美国呢是想借此获得更多的航天资金，而中国呢始终秉持着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量力而行。所以我认为呢，这不能看作是新冷战的先奏，因为呢，中国本来呢就反对新冷战，还是愿意呢和地球各国合作共赢。日本新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周一接受采访时公开强调，将研究彻底强化日本防卫能力的措施。此外，他还对中俄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表达所谓担心。这位曾于7月底窜访台湾的日本防卫大臣将把日本防卫政策带向何方？同一天，日本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也表示，为保护日本经济安全，必须对中国进行密切关注。日本2名大臣同时指向中国，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周一接受多家日本主流媒体的联合采访，谈到高超音速武器时，滨田强调，日本不仅要提高拦截能力，也要有包括打击对方导弹发射据点等场所的反击能力。就在上周，日本媒体披露，防卫省正考虑列装超1000枚的远程巡航导弹，并以西南诸岛到九州为中心进行部署。据悉，这过千枚远程导弹将由日本陆上自卫队现有的12式岸基反舰导弹改进而来，射程将从100公里扩大至1000公里，理论上已经能够覆盖朝鲜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外界认为，一旦日本大规模列装大批远程巡航导弹，再加上从美国引进的远程巡航导弹及自研的高超声速导弹，日本自卫队进攻性战力将大幅提升，对西太地区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滨田敬一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回应指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大力发展反导、外空、高超音速武器等军事技术，强化美日军事合作，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甚至有人鼓噪要从美国搞核共享。这将严重违背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日方应该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以真正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
过去数年来，日本不断小步快跑，企图挣脱战后秩序束缚，以构建自主军事能力。一方面，加快制定与美国战略相配套的防卫战略，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合作；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渲染外部威胁，以获得国内外舆论对日本重新掌武的支持。不排除日本下一步以获取对周边事态的应对自主权为借口，催生修宪舆论氛围，制造修宪条件的可能性。将这个欧洲的安全局势和亚洲的安全局势类比，包括将这个中俄进行所谓的捆绑，都是这种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炒作啊，就是围绕着这个安全问题啊，这个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包括经济安全，进行一个连锁性的炒作，来为自己的这种安全战略的调整，包括军事力量的这种强化提供所谓的合法性依据。本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内阁进行改组，在防卫决策领域，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机制下的安保4大臣发生变化。除岸田文雄外，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和外务大臣林芳正留任，防卫相大臣改由66岁的滨田敬一出任。滨田敬一是日本政坛的老安保，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的麻生内阁时期曾出任防卫相一职。任职期间，滨田于2009年3月访问中国，这是自2007年日本防卫省由听生省以来其最高长官首次访华。不过，在个人政见方面，滨田支持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日本有必要发展核能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滨田敬一在未接任防卫相前的7月底，曾与另外3名日本国会议员窜访台湾，并会见蔡英文。近年来，日本国内一直借台海议题进行炒作，以所谓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其自身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制造借口。安倍主张的台湾有事成了日本扩大军事防卫的主基调。今年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进一步加大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力度，提高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调门，为此不惜夸大事实，制造紧张。围绕着台海，日本是要紧靠美国啊，依托美日同盟来强化这方面的安全部署啊，包括要把美国要紧紧的捆绑在我们说东亚、西太、台海一线。一方面这是给同盟合作，我们说日美同盟合作注入所谓的动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为日本的对华博弈，特别是安全博弈增加所谓的筹码。除滨田敬一外，新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也在周一表达了所谓对华担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针对日本的经济安保相关举措，高市早苗表示，必须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日本经济安全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近年来着手完善经济安全保障机制，频频就其经济中的安全问题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指责。去年10月，岸田文雄正式当选日本首相后，就首次设立经济安保担当大臣的职务，首要任务是为了所谓保护敏感技术不被中国盗取，以及缓解日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本次岸田内阁重组后，高市早苗出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任务向半导体在内的产业保障问题倾斜，而这正是美国当前极力拉拢盟友、遏制中国的主攻方向之一。有观点认为，日本防卫大臣和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同日表态均公开谈及中国，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相关领域采取措施。经济安保本身现在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施政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实际上这就其实为中日关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是新的一些消极性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中日围绕着所谓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包括安全方面的互信构建，有很多的矛盾啊尚待解决。现在呢，经济安保又成为一个新凸显的问题。就当前的中日关系，在上周六由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中日邦交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认为，中日处于新一轮矛盾高发期，风险正在增大。而主要矛盾由美国引起，日本也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孔铉佑表示，中日要做伙伴还是对手，这本应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但却成为干扰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中方对日政策是清晰的、一贯的，始终主张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但日方一些人陷入对华认知失调和定位迷失，释放出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甚至对手的危险信号。希望日方树立客观理性对华认知，将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对华关系表态更多体现到具体政策上，同中方一道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牢牢把握中日关系正确方向。中日关系下一步怎么走，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是一个敏感的阶段啊，日本能不能在
对华政策上保持一个我们说理性的、稳妥的、开放性的、平衡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中日关系的未来前景。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日前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就中印关系、边境局势等问题与记者们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孙卫东强调，中方始终认为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他同时提到，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已在边界西段多数地点实现脱离接触。孙卫东大使周日在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为印中友协卡纳塔克邦峰会主办的中国图片展剪彩揭幕，并接受了印度媒体的采访。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孙大使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邻里之间存在分歧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应当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协商谈判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最终解决前，双方应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2020年涉边事件发生以来，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沟通，举行多轮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和军长级会谈。当前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已在边界西段多数地点实现脱离接触。下一步，我们应推进个别剩余问题解决进程，推动边境局势转入常态化管控，以实现边境地区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宁。根据不久前举行的这个军长级的会谈的联合新闻稿上来看呢，应当说呢，双方之间呢已经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在这个边防部队脱离接触这一块呢，我觉得呢，应当说是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呢，对未来的中印关系呢，确实呢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这个进展呢，这个发展表明呢，中印两国之间呢，在边境问题上呢，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这种概率呢是很低。但是呢，中印关系要好起来，并不是说不打仗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谈及中印关系，孙大使强调，近2年来，中印关系遇到一些困难，当前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势头。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向穆尔木总统致就职贺电，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对印进行工作访问，同苏杰生外长2次面对面会晤，就改善双边关系深入沟通。中印关系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我们应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做彼此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在泰国一场演讲上回应关于中印关系的提问时，多次使用了“亚洲世纪”这一关键词，并表示，只有当中印两国走到一起时，亚洲世纪才会到来，反之则很难发生。观察指，中国和印度的同步快速发展加速了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演变，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不过，中印携手促进亚洲世纪的进程并非坦途，这既与双边关系面临新挑战、新问题有关，也与百年变局之下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有关。双边关系层面，印度对华认知转变及其相应的政策调整，造成中印之间的无谓内耗，制约中印共促亚洲世纪的努力。我觉得呢，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真正的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呢，我觉得印度方面呢，还是要和中国呢相向而行，在相互建立、相互信任的这个方向上呢，要做出共同的努力。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但近年来有所松动，逐渐加大与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并加入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据报道，日本与印度计划于9月初在东京举行2+2会谈，这将是2019年以来两国第2次举行此类会谈。如何进一步扩大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预计将是此次会谈的重点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早些时候，印度和日本就两国部队间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达成一项关键协议，预计将在2+2会谈中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此外，两国还有意审视地区安全局势和挑战。日本自卫队与印度军队的联合训练预计也将成为议题。
另据外媒报道，美印两国特种部队近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举行为期20多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两国军队还拟于10月举行代号为战争演习的联合军演，地点靠近中印边境地区，将重点演练高原山地作战能力，针对中国的意图比较明显。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上周4就此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尤其是演训活动，不应针对第三方，应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谭克飞强调，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坚决反对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希望印方严格遵守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有关协议协定，恪守通过双边渠道解决边界问题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孙卫东大使周日也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亚洲国家要齐心协力，从团结中凝聚力量，维护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和平稳定，实现共同繁荣。中印都是发展中大国，应倡导共同繁荣、合作共赢，反对搞零和博弈和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中方愿同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促发展，共谋安全。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历史大势所趋。印度方面呢，实际呢，它虽然对中印关系呢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这种态度，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呢，它呢继续呢积极的加入到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构建的一个充满了新冷战思维的这样一个架构之中。中国和印度呢是邻居，这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印度方面呢要做这个慎重的思考。在如何处理对华政策方面呢，要从长计议。希望呢，印度方面呢，能够呢迈出一个新的步子吧。我觉得呢，中国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好，相关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国驻印大使说，两国边境西段多数地点实现两军脱离接触，那这意味着什么？今后中印边境争端会不会缓和下来呢？中印边境问题争端呢出现缓和态势是值得欣喜的。就像中国驻印大使孙卫东说，虽然2年了呀，中印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共同努力下，这个双边呢改善了关系，排除外界干扰。那么在发展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上呢，找到了利益汇合点。中方呀一直倡导的通过协商解决争端，好像呢也得到了印方的理解和支持。目前的态势呢，就是你刚说的边境局势总体稳定，这个双方呢在边境西段多数地点实现了脱离接触，恐怕呀这今年冬天呢，双方军队都可以后撤一点了。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呢，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印度呢对美国的离间策略已经有所警惕，不希望呢美国把印太区域呢挑拨成竞争关系，还是希望呢合作共赢。那么针对俄乌军事冲突呢，中印两国都保持了中立，两国的利益呢没有因第三方的战争而受到影响。俄乌军事冲突呢恐怕是一面镜子，让中印两国呀都意识到这个协商谈判比拳打脚气呢要有效得多。这个中印边界问题的新进展呢，也说明了中印都能够认同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只有彼此的合作呢，才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这个中印边界争端呢，就会进一步的缓和。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印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将在本周五正式服役，但新航母在印度国内饱受质疑，国产化标签被指名不副实，动力、电控等关键系统实为万国造。印度大力发展航母有何战略利益考量？赵干成、陈斌独家解读。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将在本周五正式服役，加上现役的俄制维克拉玛蒂亚号，印度海军届时将迎来双航母时代。然而，这艘新航母却在印度国内饱受质疑。虽然号称是国产化，实质上动力、电控等关键系统却是万国牌。那么，印度大力发展航母的背后有何战略利益考量？对地区局势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印度海军上周宣布，该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完成全部测试，将于本周五正式服役。印度总理莫迪将出席仪式。在宣布国产航母即将服役的发布会上，印度海军副司令戈尔马德称之为印度走向蓝水海军的第一步，并强调国产化率高达76%。连日来，印度媒体则纷纷以印度加入强国俱乐部、印度的关键时刻、印度的海上国产勇士等醒目标题大肆报道。
第一艘的国产航母呢，从下水到正式的列装呢，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说明呢，这个国产航母本身呢，它的下水呢，实际呢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艘航母基本上完成一个下水试航的这样一个阶段呢，说明印度呢，整个来讲呢，因为在航母的制造业上呢，它确实呢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公开资料显示，维克兰特号由印度海军军舰设计局承担设计工作，科钦造船厂负责建造，超过500家公司承担其配套，遍及印度国内17个邦。其设计始于1999年，2009年开工建造，2013年8月正式下水，2021年8月该舰开始首次海上试验，正式服役后预计将于2023年形成完整作战能力。维克兰特号长约260米，宽60米，排水量43000吨，最高航速28节，可持续航行8000海里。这是印度第2艘名为维克兰特的航母，第1艘来自英国，已在1990年代退役。作为一艘多功能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共有5层甲板，最上层飞行甲板采用滑跃甲板设计，可满足固定翼舰载机起飞需求。按照印度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维克兰特号可搭载包括米格29K 战斗机、卡31预警直升机、MH-60R 海鹰多用途直升机等共30架飞机和直升机。战机与航母的试飞最早会在11月开始，但米格29K 舰载机的性能差强人意，印度已不打算再买。据了解，目前印度正考虑从法国达索阵风和美国 FA-18E 大黄蜂2种舰载机中2选1，采购26架，配置在维克兰特号上。按照印度官方的数据，国产化为首艘国产航母提供了2.3万吨钢、150公里管道和2000个以上阀门。此外，作战管理系统集成、厨房、空调等也均为国产。然而，问题在于，决定一艘航母基本战术性能的关键系统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国产化率。首先，航母设计方案来自意大利；其次，航母动力来自美国，由4台通用的 LM2500燃气轮机组成，传动系统则由德国制造。以色列发挥特长，提供4部有源相控阵雷达，同时还提供巴拉克防空系统，但配套电力设备却由芬兰供应。而已宣布配置的舰载机米格29K 和预警直升机卡31则来自俄罗斯，海鹰更是美国货。外界质疑来自诸多国家的核心系统能否兼容还是未知数。如出意外，该航母形成战斗力或将遥遥无期。维克兰特号交付印度海军后，该国将共有2艘航母。另一艘维克拉玛蒂亚号于2004年由俄罗斯转让给印度后，经过大规模改造，于2013年交付印度海军。不仅改造周期超长，造价离谱，该舰还频繁发生事故和意外。2017年进行维修下水管道时，有毒气体泄漏，当即造成3人死亡。2019年航母回港时突发大火，1名舰上军官在救火过程中重伤而死。去年与今年，维克拉玛蒂亚号也曾发生火灾。印度的航母梦由来已久，早在独立之初就明确了印度海军需要至少2艘航母，即分别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方向各部署1个航母编队，以屏障印度2翼海岸线。此后又衍生出2+1航母需求目标，即2艘现役，1艘大修。印度的战略家呢，一直是认为呢，印度呢是应该能够控制印度洋的一个海洋大国。那么要做这样一个海洋大国呢，他从已经使用航母的经验来判断呢，拥有航母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呢，印度甚至认为呢，他们起码要配置2艘航母。也就是说，2支航母打击群，一个是部署在阿拉伯海的这个一侧，另一支呢是部署在孟加拉海的孟加拉湾的一侧。据了解，现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配属于印度西部舰队，而根据印度海军所公布的规划，维克兰特号将配属于印度东部舰队，承担作为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指挥中枢和印度东进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的任务。未来将会部署在印度东海岸一座新建的海军基地。有分析就认为，印度加强海上力量的举动被视为是要抗衡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海军。印度一名国防部高官曾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称，印度必须加强航母舰队，以保护印度洋航道不受干扰。高官还透露，印度计划建造第3艘航母，以维持与中国的海上势力平衡。
印度在印度洋上部署航母也好，部署战略核潜艇也好等等呢，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呢，它是呢瞄准着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而来的，它可能会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呢构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这种影响也不宜夸大，因为印度呢目前呢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我觉得印度真正要成长为一个像模像样的世界性的海军大国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评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周五服役，但它国产自造却在国内被抨击成色不足。那您对此怎么看？某种程度上，维克兰特的服役更像莫迪政府早点结束前任国大党政府的烂摊子，甩掉这个钱坑。要知道，维克兰特的建造，它的拖延是以年来计算的，迄今已推迟了近10年之久。尽管印度费尽气力用国产钢铁建造了航母船体，但意大利的设计图纸、美国的燃气轮机、俄罗斯的阻拦索和舰载机、以色列的雷达、法国的通信，还有从美国、英国、意大利进口的专用数字主线等等，怎么看都像是外表光鲜的8国联军。也就是说，印度首艘国产航母即便服役，未来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自主权、决定权。更要命的是，无论印度海军内部还是印度政府，对花钱太多的航母派都是冷眼相待。最新的消息是，过去几次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上，总理莫迪亲自出面劝说海军搁置第2条国产航母，也就是6万吨级的维沙尔号的采购计划，转而去买6艘攻击核潜艇，也就是所谓的76工程。为了进一步的釜底抽薪，莫迪政府还明确告诉海军，如果他们坚持搞高达9600亿卢比的第2艘航母计划，就别想走中央政府的特别预算这条路，只能从你们抠抠缩缩的海军年度军费里解决。这显然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消极态度。有鉴于此，我觉得咱们不必把印度媒体炒作的攀比中国航母说太当回事，认真干好自己的就行了。至于真正能启发我们的，恐怕还是一国的航母事业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该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就是国家怎么定位今后的道路，怎么看待海洋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只有认清了海洋并非威胁，而是资源，并非累赘，而是命脉，特别是在全社会形成科学、持久、有广泛共识的海权思想环境，那么这个国家的航母发展之路就会宽阔坦荡，